就是坏，不能风光就得走下台。别以为不是黑就是白，可是偏偏就有灰色的地带。看我信手拈来，是否一副却是好牌？不用被一再不自在试探，就算不算好，只有自己内心最明白。也许不来，也许根本划不来，让我珍重笑怀。怎样才叫十分精彩？不必空等待，放不开感慨。那应不应该？有朝一日自然会明白。也许痛快，也许后来。你这么仰慕严先生，要是严先生到现在还没有结婚的话，你会不会考虑他？严太太，你不是在跟我开玩笑吧？我现在在开玩笑吗？虽然我是个护士，如果每一个病人都对我好，我就要嫁给他，那我不是很忙，要嫁很多次？可是我看得出来，你对严先生跟对其他病人是不一样的。是，我是崇拜严先生，就算他没有老婆，我也不会这么做的。为什么？第一，严先生是我的偶像，他是一代赌王，当然是要配赌后了。第二，我已经有男朋友了，谁敢靠近我的话就会有难。就像美国好莱坞那个大明星安诺施瓦辛那个健美先生啊，演电影《Terminator》那个啊，Terminator 见到其他男人靠近我，就会对他们不客气的。我以为我先生是魅力无法挡，想不到比不上一个肌肉发达的男人。这样的男人才有安全感嘛。那好，改天让我接见你男朋友，看他是不是真的很像大明星。好啊，下次带他来见你。对不起，不能进去。蒋先生他没有空。我一定要见他。可是他吩咐过了，不想见任何人。董小姐，蒋先生真的很忙。董小姐，蒋先生，董小姐她可以了，你先下去吧。蒋先生，我已经收到你的 email 了。你是不是想来告诉我，控制室更换电脑的事情你已经批下了？不是我不批，而是牵扯的数目实在是太大，我想要让严先生亲自看过。那我亲自去问他就可以了。严先生就是因为生病了，所以才要我带他打理事务。我想这个时候不太适合去打扰他吧。这样也不行，那样也不行。如果黑客入侵电脑系统的话，那损失的数目可不止这些，你负责得了吗？其实电脑我们已经加强了最新防毒措施，只要提高警觉，我想黑客入侵的事件应该是不会发生的。那你是说我没有提高警觉了？不要以为自己是飞哥的徒弟就目中无人。你别忘了，电脑室的主管是我。蒋先生，购买电脑的预算实在是太高了，我希望不是对方给了你错误的价目。你在暗示些什么？你说话小心一点。我对任何人都是公事公办的，我想还是等严先生回来再做决定吧。怎么不练呢？老是玩这套都不新鲜的。姨丈，你教我别的毒手好不好？喂，说好了只教一招的。你是怕阿姨知道吧？一招也是教，两招也是教。再说我都发誓会保守秘密了，你怕什么？我只是想告诉你啊，我懂的东西有限。姨丈，这么说你肯教我了？小心啊！等你以后长大后呢，一定要尽快争取表现的机会，免得让有些人啊在赌场里面作威作福。是谁那么大胆，竟然不把姨丈放在眼里呀？你爸的女徒弟啊，
他趁你爸爸不在，在赌场里面还自称为后呢。你了解？他怎么敢对你不敬？这很难说的。那你也知道，你爸一向来最重视外人，他对自己的徒弟和手下，比对自己的儿子还要好呢。就是咯，那个丁伟和我一起受伤住院，爸爸竟然前去探望他，也不先来看自己儿子啊。所以说啊，你要快点证明给你爸爸知道，他的儿子是可以的。放心啦，我绝对不会让你失望的。只可惜你跟沈有通还小，要不然呢，赌场交给你们两个管理，就不怕落入外人的手里了。哎，对了，小童最近没有来找你吗？有啊，我在这里念读书，当然不会让他进来啦。你别想骗姨丈了，小童一定是还不肯原谅你，找点方法来逗逗他吧。问题是，他这是不是普通的生气啊？那别说姨丈没有提醒你啊，过2天呢就是小童的生日了，想点花样来逗逗他，别告诉姨丈你在外国没有哄过女孩子啊。王状元，王状元今天找我来，到底是什么事？如果你想继续留在珊瑚岛，就不要再给我添麻烦。我不明白状元在说什么。你几次挑战严飞，手上都有黄牌，这作何解释？不知道，我运气好吧？每次王牌都自动飞入我手中。我劝你还是便宜莫贪，免得黄牌变死牌。袁飞他现在已经24小时派人跟踪你了，警方也是觉得你有嫌疑。黄状元，严飞儿子被绑票的事真的和我无关。我们认识那么久了，你应该知道我。不要在这里跟我扯上关系，我可是公事公办。如果你想继续留在珊瑚岛，最好是给我安分一点。严飞他的赌场你是肯定抢不了的，我看你还是考虑其他的出路吧。什么出路？严飞已经称霸了整个珊瑚岛了。难道你没有听过天下是有山也有水的吗？黄状元，如果我在珊瑚岛之外的公海开一艘赌船，会受批准吗？陆地上的赌权归严飞，海上的他并没有专利。如果按照正常的手续申请，可以考虑。谢谢专业提醒，我现在就去筹备。我这里没有问题，不代表严飞他会同意。不是说海上的赌权是没有专利的吗？你2次向他挑战，已经带给他很多的麻烦。想让赌船很顺利的开幕，你应该知道，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谢谢专业提醒，我会小心。佳佳，你买那么多东西，怎么不搭德士呢？大德是需要很多钱的，如果你愿意的话，每天来接送我，我是不会介意的啊。最近有看到英峰，他每一个月都会帮一个叫做罗神峰的负心人拿钱给我。你是找不到他才想到来找我的，对吗？我们以前在一起也是这样的，你直接找他比较容易。每个月都是他主动联络我的，你要的话就耐心的等吧。佳佳，我真的需要你帮忙。我帮你？那谁帮我？你骗我回来家里等你，却在这里风流快活，你叫那些女人帮你好了，还给我啊！佳佳，醒我了！你要不要脸？还敢来打我妹妹？哥，他是来打听英峰的下落的，我才不会告诉他呢。佳佳，跟这个禽兽说话，太浪费口水了。我们上去。他拿了我的东西。你有没有看清楚？这是人用的，不是狗罐头，你不该拿的。走。
突然想来拍照？快点坐下再说。手，快手，快啦！你呀，刚才笑起来的样子啊，比哭还要难看。你叫我呼吸变得这么辛苦，我还笑得出来吗？没关系啦，那个 Terminator 也是不笑比笑还要好看呢。哎，拍怎么样？不关你的事啊，照片我是不会给你的了。给我看了。不给你。哎，董小姐，不好意思。这么巧啊？你们刚拍完照啊？可以借我看一下吗？拍得不错嘛。原来江护士是你的女朋友哈？我们不是想那么快公开的，所以就没告诉大家了。哎，我们赶时间去吃火锅，改天再谈吧。拜拜。再见。啊，他们两个人还蛮登对的啊。你笑什么？我在笑，我们只是开始拍拖的。别臭美了，你想都别想啊！我们是好姐妹嘛。那你又刚才跟人家说你不想公开？你不会明白的，到你该明白的时候，我才告诉你吧。我喊你，他很忙啊，不能带他来见你。不过看照片也一样啊。哇，是个猛男呐！你别看他肌肉发达，头脑可不简单，懂得怎么逗我开心呢。他叫丁伟，身手很了得的，跟他在一起啊很有安全感。这年轻人不是我们酒店的保安吗？是啊，他18般武艺样样精通，不过他却是个醋坛子，就算老板想追我，他也照打。可是你不是告诉我你男朋友是个大医生吗？是吗？我这样说过吗？是啊，你还说呢，赌王配赌后，医生呢搭配护士，还说你们许下了许多山盟海誓的。哦，那个医生啊，我受不了药水味啊，甩掉了。这个呢，从小玩到大的，我们海枯石烂。原来只是青梅竹马的同伴罢了。现在是我的亲密爱人了。那，其实女人呢，一天还没有嫁的话，还是有权利选择其他的。不了，我决定为了这棵树，放弃整个森林。树林里茂盛的树多的是，你不觉得你应该好好的选择吗？我回去做工了。哎，人家有没有男朋友关你什么事儿？你不觉得叶雪是个好女孩吗？哎呀，你要想清楚，你真的要把自己的老公推销给人家呀？哎，你干嘛不回答我？千一啊，如果你老公没有死的话，你会怎么做？我才不会把他让给别人呢！我会叫英凤把他弄进来，天天陪着我。这样的想法太自私了。跟你开玩笑的啦，叶雪是一个好女孩，不过你自己也要考虑清楚才行哦。我这辈子是出不去的，只要能看到阿飞开心的话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叶雪是一个唯一能令他开心的人，我想我的决定应该是没有错。错在你没有征求你老公的同意，难道你不理他的感受啊？我想得很清楚了，我现在一直拖累着阿飞，我每次想到将来他短头白发的时候来看我就真的很心痛。所以你就找一个人品不错的人啊，陪伴他。对呀，这样阿飞呢，就不会一个人孤孤单单的这样过下去。伟大，真的是好伟大！我看你这么样爱你的老公，我也真想早一点下去啊，陪我那个死鬼老公了。哎呦！好厉害呀！这里有21张牌，你洗一洗。然后呢，你想一张你想要的牌，不要告诉我。
嗯。现在我考验一下你跟我是否有心灵感应，如果有的话，我一定能把你想的牌给找出来。心灵感应？我知道你心里想的是什么。你想的牌应该是这张，红心 A。你怎么知道我心里在想什么？这只不过是游戏，希望能帮一个忙，逗阿飞开心。嗯。我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，是不是这一张呢，严先生？我说过我们有心灵感应的啦。这些都根据数学原理，要想出对方心中要的什么牌。我跟齐芳说过了，怎么骗得了你呢？不过也好啊，能够哄你开心，可以回去向他交代了。来，我教你玩一个游戏，你回去以后可以哄齐芳。不止可以哄齐芳啊，也可以哄其他朋友。来，把那手给我。这个游戏真的可以未卜先知。是啊，你现在叫我回来跟你玩这个游戏，他说你一定能够选到红心 Q 的。红心 Q， 他这么肯定？是啊，我们开始游戏吧。首先，你把1/3的牌拿出来，倒转放在上面。接着把超过一半的牌拿出来，反转再放在上面。嘿嘿，接着轮到我了，从右到左摊开来，在这里切开，这张一定是红心 Q。阿飞真的很厉害，但是这一次他猜错了。啊？怎么是黑桃 Q 的？那首先把红心坤放在最上面，没错啊。然后把1/3的牌倒转放在上面，接着再将2/2的牌倒转再放在上面，然后摊开。红心坤，没错啊。好了，你不要再研究了，一定是齐芳跟你开玩笑，把这只红心坤给换了。换了牌？怎么我不知道啊？你忘了他是赌后吗？唉，我在你们2个面前玩牌呀，就好比坦克车碾死小蚂蚁一样。太夸张了吧？是真的，还好这只是游戏。如果要我学赌术，我看我苦练100年也未必学得会耶。其实你也挺聪明的，要不然齐芳也不会叫你玩扑克牌来向我挑战。啊，人家说小赌怡情，真想不到一副扑克牌呀，可以使得2夫妇有互相挑战的情趣。严先生，终于接通司徒市长的电话了。喂，司徒先生，我明白。司徒先生，是，喂，喂。怎么样？司徒市长还是不愿意听你的解释？应该还有办法的。我听说司徒市长太太每年都必须做身体检查，我尽量安排她到我们的医院，这样我就有机会接近她了。够了。严先生，喝碗汤吧。我不喝了。本来严先生心情还好好的，但听了电话之后，汤也不喝，牌也不玩，就回屋子里去了。我真的很想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。他真是死心眼，明知道是不可能的事情，还是不肯放弃。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了？他上一次出国，就是为了要跟一个国外的政要赌一场，只要他为上舞岛赢得一个荣衔回来，市长就会答应他，让我假释出去。难怪严先生一直说，因为那次失约，8年来花的心血都化为乌有。他这一次一定是要求市长原谅失败，所以才会这么失落的。所以严先生突然病了，是有原因的。阿飞不来看我，是因为怕面对我。
其实他真的是太傻了。无论他再怎么努力也是没有用的。上次算过，我们勉强在一起的话，还是会多灾多难。人怎么能够胜天呢？但是严先生刚刚病好，我担心他会再次病倒。我们一定要想办法帮他。叶雪，其实现在只有你才能帮他，跟他多说话，让他开心点。但是他最近连房门都不肯出来，我真的想不到什么好办法。那你告诉我，最近三舞蹈有什么特别的活动吗？最近啊，有个国际美食节。我听他们说你不吃早餐，连午餐也不吃，我特地给你准备了下午茶。不用了，我没胃口，拿出去吧。你不吃不喝，也不出去走走，这样不是办法的。我的事情不用你管，拿出去吧。你以为我很想管你吗？是齐芳托我照顾你的，你也不希望他担心吧？最近有个美食节，有个法国大厨专程来做牛油螃蟹。我听齐芳说过，你很喜欢吃这道菜。齐芳要我陪你去吃的目的只有一个，就是希望你能够出去走走，呼吸新鲜的空气。这是美食节的地址，今晚是最后一天了。你不来的话，我就一个人吃，然后回去就告诉齐芳，画个哭脸给她看。今天是人家生日，干嘛带我来别墅啊？别问那么多了，你进去不就知道了吗？是啊，进去吧。小彤 ，Happy Birthday！ Daddy 妈咪，你们明明知道我不想见他的，干嘛还骗我来这里？小新都已经知错了，你就原谅他吧。是啊，不要再为绑架的事情生他的气了，好不好？不生气才怪，还好我命大，死不掉。小彤，我知道我当时很怕死，很自私，没有想过你感受。来，那你看，全部都是为你生日准备的。那，你生气的话，就当我是这粒气球，吃破它好了。小彤，小彤，原谅我。哎，小彤，我做了那么多，你都不肯原谅我吗？是啊，小彤，小新啊，从昨天一出院就跑到别墅来了，弄了1天1夜了。是啊，如果你 Daddy 能够像这样花心思的哄我，那就好了。真的都是你一个人弄的吗？我发誓，你看我都有熊猫眼了。你这就叫熊猫眼啊！我恨不得再给你补上2拳。哼！啊，要是打的能让你舒服一点，你就打喽。好啊，棍子的。早准备好了。你舍得打吗？谁说我不舍得的？哦，我是不舍得打坏这漂亮的玫瑰花吗？以后不准你再欺负我了。我发誓再也不让你受伤害了。Saint-Martin jusqu'à la Seine. J'ai tant de fois battu son pavé, tant aimé son décor, sa mise en scène,
对不起啊，不来久等了。怎么笑得这么开心啊？没想到你真的会来。啊，这条裙是你送的。喜不喜欢？我不知道会有什么机会穿上这裙子，那么我觉得今天很适合，会不会太隆重了一点？不会啊，很好看。你终于肯出来了，觉得心情怎么样？餐厅的气氛好不好呢？希望呢，今晚你会吃得很开心。齐芳说的对，我不能够每天闷在家里，会发霉的。你喜欢的话，我随时都可以陪你的。那我就可以多画几个笑脸给齐芳看了。请慢用。吃吧。怎么了？吃螃蟹就是这么麻烦的。以前我跟齐芳吃螃蟹的时候，通常都是我剥给她吃的。来，给你。齐芳她真的很幸福。你怎么了？不是说要开心一点吗？要不然你怎么回去跟齐芳交代啊？那我就画一个大笑脸给她看，就好像这样。看到小童能够原谅小新，真替他们感到高兴。是啊，他们还说要一起去看电影呢。哎，前面那辆不是飞哥的车吗？小姐啊，今晚喝很多了啊。哎呀，我还要喝。喝了这么多啊！哎，丁伟呀。严先生，你好。你好，怎么样？最近当上保安主任，做得开心吧？谢谢你提拔。好好干吧啊！谢谢。我也要，谢谢你，过来。你怎么跟严先生喝醉醺醺回来？你记不记得那张大头贴？你假扮我男朋友，扮得太像了，连启芳都相信我。我很久没见到严先生这么开心过了。完了，今晚也很开心呢。哎呀，没事吧？醉了，因为他醉了，过来帮帮忙。哦。丁伟，哎，昨晚醉成那样，还这么早起床啊？你怎么会在我家？你水龙头坏了，好奇叫我帮你们修。哦，那好奇呢？他去楼下去买早餐。昨晚我一定是醉得很厉害了啊！你呀，大大笑，又吐又笑的，简直就在大家面前大失仪态。那我不是在严先生面前很失礼？你当护士的，是不是有不成文的规定？就是护士不准跟病人谈恋爱。那你还明知故犯，而且你喜欢的人是有太太。你在胡说什么？我怎么会喜欢严先生呢？我说，一定是你不知不觉中的爱上了严先生。你不敢说话，就是默认了。别自以为很了解我，你们这些男人是永远不会明白我们女人的内心世界的。我还有一句话要忠告你：别以为你可以取代严太太在严先生心中的地位。全三虎岛都知道，
严先生最爱的就是他太太。我走了。佳佳，你来了。是你打电话跟我说你要离开珊瑚岛，所以我才来的。这个打火机你拿去吧。如果没有什么事的话，我要走了。等一下，可以帮我点最后一支烟吗？我会记得你的，因为你帮我点烟，还有你为我付出的一切。你到现在这个时候，还跟我说这些，又有什么用呢？你知道我现在说什么你都不会相信，我也没有资格让你相信。我知道是我对不起你，答应过你我会来找你，却没来找你。可是我要你知道。我的心里是无时无刻都在想念着你的。我不回来是因为我曾经发过誓，如果我事业没有成的话，我是不会回来珊瑚岛的。我知道是我对不起你，你保重。陈峰，不要不理我。如果连你都不理我的话，就没有人理我了。老爸老妈，哎，我走了。哦，佳佳，去旅行啊？没听你提过的。妈，我和神峰已经和好如初了，现在就要搬过去跟他一起住。真的啊？哎呦，历史重演啊！哈，我会常常回来看你们的。好好好，照顾身体哦。好，走要小心啊！哈，再见啦，拜拜。我不准你去。我又不是3岁小孩，我有权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啊。你一定会后悔的。那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。神凤已经答应我说他会改，而且他已经计划在这里开赌船，我一定要去支持他的。他到底是什么药，令你突然这样死心塌地？为了爱情，我会不惜一切的牺牲，就算要我下地狱，我也不在乎。你以为我是你吗？我？你从小学就喜欢叶学姐到现在，你一直不敢跟她说，你好失败啊！我的事你别管。那我的事你也不要管啊！让开！十一哥、美丽姐，你说说他吧。哎呀，你看你买多多啊，也未必连中2次嘛，哦。哎呦，你埋怨什么？你不是试过1次过，连中3次吗？佳佳离家出走了，你们少赌一次不会死的。我们也是说离家出走的事情啊。当年你妈为了跟我在一起，也曾经啊离家出走3次啊。所以啊，女人的心事我最了解的。只要她真正的爱上了一个男人，我们就可以为他好像赌收hand一样。对呀，拿了一支像我这样的好牌，把全部的财产压下去。当年你妈的性格就是这样咯，才找到我这样的好老公啊。所以嘛，你妹妹现在要赌收hand，你不是让她去赌咯？已经输了1次，难得让她输下去吗？佳佳，要想清楚吧。不用想了。老爸不是常常说过吗？有赌未必会输啊。果然啊，有赌徒的风范啊。真的很像我们2个啊。好啦，我走啦。好，好走。好，再见，再见。小心啊！走啦。佳佳，你不用教他啦。我们女人啊，只要一下了决定，怎么样都不会回来的。我是最好一个例子了啊。
以后佳佳发生什么事，你们最好不要后悔。哎，你这回来干什么啊？哦，我来帮爷太太拿药。哎，你每天有机会对着你的偶像，应该是春风满面的吗？怎么了？你生病了？没有。对了，刚才见到王院长，他好像紧张兮兮似的，发生了什么事了？今天有重要人物来做身体检查，黄院长当然紧张啦。重要人物就是我们市长夫人呐，你的偶像啊，身边的红人呐，也亲自来到医院迎宾呢。欢迎市长先生。这位小姐是？她是本医院创办人严飞先生的代表董美瑶小姐。我已经遵照严先生的吩咐，安排本医院最好的周医生替司徒太太做身体检查。那就好，我最怕碰到技术不好的医生了。严先生他因为最近病倒了，所以不能来接见两位。不过他有很多话想跟市长先生当面说的。我今天来，只是陪太太做身体检查，其他的事情我全都不理会。好了好了，周医生已经在病房里等候，两位请跟我来吧。好。司徒太太，司徒太太，你是谁啊？对不起，我不应该打扰你。我叫江夜雪，是医院里的护士。周医生呢？本来应该让你好好休息的，但我有很重要的事，想求你帮忙。这件事是关于一对夫妻的。他们遭受很多波折，好不容易才结合在一起，本来以为可以很幸福的生活下去，怎么知道妻子被卷入一宗谋杀案件，被判终身监禁。他的先生用尽了各种的方法，希望可以令妻子获得提早假释，但是在过程中他遇到了很多困难，连他太太都觉得是天意要让他们分开的，要他先生放弃，但是他的先生却没放弃。还因为这件事把自己也给弄垮了。你干嘛进来妨碍我的太太休息？对不起，司徒先生。阿雄、阿宝，进来。司徒太太，这对夫妻就是赌王严飞和赌后骆启芳，你一定要帮他们呢。司徒先生，严先生这8年来为珊瑚岛做出这么多贡献，只是希望他太太能提早假释。够了！我不管什么赌王赌后，我只要我太太好好的休息。司徒先生。我知道你很爱你太太，所以我相信你应该理解严先生他的感受。算我求求你啊！岂有此理！把他拉出去！司徒太太，求你帮帮忙啊！求求你，求求你帮帮他们吧！好心有好报的，司徒太太，只有你们才可以帮到他的。蒋太太，你这贱女人！你到底有什么居心？故意跑到医院破坏飞哥救我大姐的事，你要我大姐一辈子关在牢里，你才开心吗？你误会了，我没有啊！还说没有？现在司徒市长已经打电话来骂人了，飞哥正在向他解释呢。他说，如果司徒太太受到惊吓，就别想让他答应放我姐姐出来的事。我没有恶意骚扰司徒太太的，不如我向他解释。够了！飞哥为了救我姐姐出来，已经够心烦了。你要他的病情加重，你才甘心吗？我真的没这么想过，我会这么做也是为了帮齐芳啊。齐芳？齐芳是你叫的吗？我很早就想教训你这只狐狸精了。你别以为冒着风浪去照顾我姐姐，就可以得到她的信任。我不吃你这一套的。然后在飞哥的面前扮善解人意，煮汤给他喝。
你以为你这样子做就可以取代到我姐姐在他心目中的地位吗？你别做梦了。张小姐，严先生他不舒服，他不想见人。那我改天再把汤拿来。哎，以后别煮汤来了，我们这里不欢迎你。齐芳，今天是我最后一天来上班了。为什么？你的病情已经好了，不需要我照顾了。我的病虽然是好了，可是阿飞还是需要你照顾，他现在还在生病呢。妍希的身边有很多人，有没有我也没关系的。我只是希望能带我去照顾阿飞，你连这样都不能帮我吗？对不起啊，我不想经常跟严先生在一起，引起什么误会。你不用担心，是我叫你这么做的嘛。因为我男朋友是个醋坛子，他不喜欢我经常跟严先生在一起的。你说丁伟？他是我的男朋友，我只好听他的。文心已经帮我查过了，他根本不是你男朋友，是你邻居罢了。我们最近才比较亲密的。你又在撒谎了，先是医生，然后现在是丁伟，你搬出男朋友来，只不过是想掩饰你对阿飞的感情。不是啊，你不要误会啊。叶璇，你不要怕，如果你对阿飞是真心的，我是不会介意的。我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，我就知道你对阿飞有好感。由始至终，我只是崇拜严先生而已。我真的不希望看到阿飞一个人孤孤单单的生活下去。如果一个爱他的人帮我照顾他的话，我在这里待上一辈子，我也没有什么好遗憾。所以你根本不用掩饰你对他的感情。你别这么说，你一定有机会出去的，你千万别放弃呀。那只不是个梦想，根本不可能实现的。叶雪，就像我求求你好不好？求求你接受阿飞好不好？帮我照顾他下半辈子好不好？齐芳，你听我说，在严先生心里面只有你一个人而已，没有人能够取代你的。这世界上只有一个严太太，那就是你呀，齐芳。那好，你打我。如果没有我这严太太的话，你是不是一定会接受阿飞呢？我们别再谈这件事了。我相信好人有好报的。严先生为你做了这么多事，虽然暂时都没有成功，但是他没有放弃过。他早就找到一个好地方，想和你一块看夕阳。他是多么期盼你能够早日出狱啊！这么一个深情的丈夫，你怎么能够忍心的把他让给别人？让他们一起去看夕阳，应该不会很难吧？我走了，你保重。我今天叫你来，是有一件很重要的消息要跟你说。我跟 Mr. Connor 已经通过了电话。上次的盛会虽然已经过去了，不过他说他有时间，所以我就跟你们安排了另一次的会面。水土先生，你的意思是说，你已经安排了另一场赌局，让我跟他较量赌术？这一次你可不能再临职失约啊！我向你保证，我绝对不再失约的。启芳，启芳，来。启芳，我有件事要告诉你。我也是有件事情要告诉你，可以让我先说吗？好，你说吧。我希望答应我件事。什么事啊？跟我离婚。就有灰色的地带，看我信手拈来，是否一副绝世好牌？不用费一载，不自在失态，这算不算好？
只有自己内心最明白。也许不来，也许根本划不来，让我珍重下怀。怎样才叫十分精彩？不必空等。